还没有到这个能力，没有能力不要时间往高了。哎呀，洗下鼻子，就哎呀，不要跟他们讲话的话就。哎呀，年轻人，哎呀，他们家就会讲的，你得没了啊。当你就往好吃哟。拿白了拿白了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哈，放这个位置。如果我平时不在的时候，你们有需要的时候找不到我的时候，这个位置自己拿，好吧？啊，这边呢，矿泉水就给大家发了，我这边呢也多口讲两句，讲2分钟好不好？然后就让大家补一下觉。昨天晚上空调不良，都睡得不好，我也知道啊。这个呢也跟旅行社沟通到12点半我才睡觉的，跟他处理这个事情是11点多。啊，也辛苦他了啊！这个还不说，哎，多搞2瓶，哎，待会不够我再买啊！来，辛苦了啊！多搞2瓶，哎，来，哎，我还忘记这个事了，OK， 11点多，真的跟他处理这个问题11点多，还有个断层，就是什么呢？9点以前的，你房间有什么问题的，开不了门的，都处理好了。他妈的9点后，那服务员不知道跑去打野战了，还是跑去趴拖了，11点钟都没有人来，啊，一路给他老板打电话，他老板也不在店里面，然后一路打电话，中间都没有人来了，然后就断成了1个多小时，所以搞得很尴尬啊！不知道什么问题，反正我也向公司反映了。
这边呢就是不睡觉的朋友啊，我就轻轻的说几句。这个东西呢，就像今天早饭我们吃饭，门口有卖刀的，我们车上有好几个人买的啊，便宜，的确很便宜，这种叫地摊，对不对？但是阳江刀呢是清朝特别的出名，从清朝开始就出名了。它为什么阳江的刀会这么出名呢？清朝的时候啊，政府没落，慈禧太后那个年代啊，外国人把那个毒瘤啊带到我们中国来，带到那个大清帝国来，把所有有钱人都坑害了。鸦片呢是很贵的东西。那这里的工匠呢，我们阳江最早追溯到明朝就开始给朝廷啊做武器了，啊，这边的土著就给朝廷做武器了。但是清朝的时候刀才出名，什么呢？鸦片很贵重的，用那个刀啊去剔那个鸦片膏，放在烟枪里面，它会粘刀。然后阳江的工匠呢就打造了一种那种叫做柳叶刀，很薄，现在的工艺要做多薄都可以，但是以前不一样啊，那是手打的啊，原始技术啊，打一个刀的名字，专门用来挑鸦片的，叫柳叶刀，就像那个长啊知了啊长的长翼一样，很薄的，而且不粘刀。这个就是阳江工匠最牛的地方。从那开始，从清朝鸦片到民国，再到慢慢发展，阳江就成为了我们中国的菜刀中心、刀具中心啊。其实我这个人呢，我不是说崇洋媚外，但是好的东西呢，它永远都是好。06年，我干导游干了久啊，我98年就干导游了啊。06年，我去了一趟小日本。这个原来呢还有一层那个外包，就是那个喷漆的，用到成这个样子了，很多保温瓶都怕这个，它就不保温了。我这个杯丢了不知道多少次。你早上7点钟泡的茶，你今天晚上，你今天下午你要喝它，还非常烫，喝不了。还有个 logo 叫象印，大笨象的象，印象的印，象印。这里还有个 logo。当时06年花了将近600块钱人民币买的这个东西，你看坑坑洼洼的，都不知道摔了多少遍了，它依然那么保温。小日本的东西呢，空调还有某些方面的技术，真的就要值得啊，值得。你现在拿600给你买一下，你这个好多了。肯定好多了，但是20年前的确就是比较好用，我就是说实话的哈。而且我就说哥哥说的这个近代品牌，像我们现在你买电器或者是买家电，我们就认定品牌嘛，很多人都认定了，我不知道你们认不认定哈。像买洗衣机，你有钱一点的你就买西门子啊，10年包修，而且质量挺过关。没钱你就买个小天鹅，洗得又干净又经济实惠，是不是？冰箱的话还是西门子的压缩机技术比较好制冷技术比较好。那有钱人买西门子，没钱人就买个永生呢，不会买错。空调一样嘛，你有钱人买三菱电机、大金，没钱人就买格力，总比美的、小美这些好吧，便宜，但是质量过关。那你买刀，阳江最著名的品牌，从民国开始，这个企业就在了，它的大名鼎鼎的18尺，你买一把好一点的斩切两用刀，断打的300-400块钱，人走了刀还在，一刀传3代。这个的确的，我那个刀
跟了我好多年，因为我们这是有这种讲法的，我不知道你们外省的或者是深圳、广东本地的可能就有这种说法，外地我不知道有没有。我在家里面很少做饭，很少做菜，但是家里面这把刀真的不便宜的。为什么呢？我们刀的说法呢，辟邪镇宅的，而且呢不用怎么磨，它好像越用越锋利一样。好的刀就这样子。除非你拿来砍那些炖的骨头，你当然现在你菜市场你买个骨头，人家都帮你砍好了，啊，你要切啊，随便砍点排骨什么东西一点问题都没有。但是1分钱1分货，好像门口这些地摊的，我们也不好怎么说，钱地摊的东西就什么呢？就便宜，不便宜没人买。刀是一样东西啊，拿回去切切青菜，切切水果，问题不大。你切切肉炖了，你再磨不锋利。因为用的钢材它不一样，啊，这些1分钱1分货，我只能这样说。刀还是一个方面哈。去到湛江以后，你在这个景区门口、马路边上，你都会看到这种小贩。昨天我们在那个放生台，你就看到了，是不是有一些3轮车，一车的海产品吊在那里，37、8度，地面温度43、44度，在那里晒，用那个包装包起来，这种东西便宜。有的人去看，那我告诉大家，这种东西基本上买回去以后都是扔掉垃圾桶，吃不了。为什么说吃不了呢？地摊的东西它本身就便宜，才有人买的。你说你买地摊，你图它干嘛？你就图它便宜嘛，对不对？那为什么会便宜呢？是不是他在海里面捉的呢？来，大家看一下海陵岛，昨天你还没看清楚，今天再来看看。对，你看到那种浮在上面的，是那个蚝牌，2生蚝的蚝牌。哎，这边多，这边多。生蚝的蚝牌。哎，昨天跟你说了，这个花甲为什么要把那个网围起来呢？它是一退潮，那个鱼就在网里面了。根据潮水，涨潮了把网拉起来，退潮了，那个鱼就在网里面了。啊 ，OK， 那就给大家再说一下，是不是那些地摊的全部到海里面捉鱼卖给你呢？没有成本的？不是的。首先这个鱼，它捉了以后，新鲜的，卖的价钱都很高的。但是呢，有的时候做的太多了，它就会放到那个冷冻里面、冻库里面。一般做那种咸鱼、做那种海产摆地摊的，它都是在冻库里面拿那些冰了1年以上、2年以上、冰了很久很久的那些冰冻海产去给你做的，所以它是处理价。本身去仓库里面拿的这种冰冻货就是处理价，都冰的那个肉质啊。就像那个一条鱼新不新鲜，你看眼睛嘛，啊，但是泡过药水的眼睛也是很亮的。但是你另外一种方法，这个鱼新不新鲜，解冻了以后，你用这个手指按这个肌肉，按下去，新鲜的鱼是跟我的肌肉一样有弹性的，不新鲜的鱼一按下去就一个窝弹不起来的。它都是拿那些肉质已经分离的东西去给你做的，而且那种什么鱼缸、虾缸，这些都是在冻库里面，人家那个做海产的、做那个干货的，都是在那仓库里面压库存货，压了很久很久了，才会处理给那些地摊。那地摊呢就拿来卖，啊，拿低价进来，然后再低价卖给你们，从中赚取一点利润，啊，这个是地摊的由来。而且也告诉大家，还有一个问题，重点，这么高的天气，这个海产品啊都要放冰箱的，知道了吗？从早上卖到晚上，晚上回去了，又把这个东西又放到冰箱里面，反反复复，更容易变质，更容易变化，更容易吃坏肚子。这个就是地摊货，便宜莫贪的东西。